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在的人都以瘦为美，身上稍微长点肉就开始减肥了。其实太胖和太瘦对身体都不好，都会影响寿命。所以体重保持在这个范围内，或许身体更健康，对长寿更有帮助哦。那我们先来说过胖的危害。如果体内脂肪过多，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还会引起各种慢性疾病，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。而过瘦呢，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，免疫力下降，这样也容易招惹上诸多疾病。所以大家要注意。那正常体重是多少呢？其实是有一个计算方式的，就是用体重的千克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。得到的数值在18.5到24之间，那么自己的体重就是标准的。那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身高是1.6米，体重是50千克，那就用50除以1.6的平方，结果是19.5。这个数呢，在上面说的正常范围内，所以体重就是正常的，并不需要减肥。那体重正常的人相对来说呀，身体也会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一些。那身体肥胖的人平时该怎么控制体重呢？建议大家要合理饮食，坚持运动，改掉不好的习惯，也可以喝点冬瓜荷叶水，能促进脂肪燃烧，润肠通便，对减肥有帮助。肩膀酸痛，脖子僵，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。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哦。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或者是不良的习惯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，那经常呢会出现肩膀酸胀、脖子僵硬的情况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，让肩颈更健康。当出现颈肩不适时，大家呢可以站起来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手臂在左右两侧旋转，这样旋转360度，旋转2圈之后，再将2手握住，然后向后拉伸，这样拉伸10秒，再重复做6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淤堵，促进肩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酸痛、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那经常坐着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肩颈痛、身体僵硬的情况，这是因为呢长期久坐使得身体血液循环变差，所以大家不妨常做一做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减肥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可是有几个人能坚持住呢？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做的时候在地上铺个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前臂和脚趾支撑身体，最好让颈部和后背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尽量向上抬起，这样让身体成一个倒 V 字，双手手臂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头部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坚持一会儿，如果累了呢，就休息一下再做。每天睡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感觉颈部、肩膀还有大腿后侧有拉伸感。这个动作对手臂、腹部、背部以及腿部都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减肥不是1天2天就能瘦下来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一般只要坚持下去的人都会瘦哦。不过还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减肥才能事半功倍。俗话说，人老脚先衰，养生先养脚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有个长寿穴，每天按一按，可以达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
这个养生穴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底，找穴位时将脚蜷起来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，是足少阳肾经的穴位。我们按摩这里时，可以每天睡前洗完脚，坐在床上，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上，脚心朝上，然后用拇指的指腹进行搓揉，稍微的用些力气，这样反复的按摩3到5分钟，直到脚心发热为止。也可以用我们的大鱼际处进行搓摩，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可以帮助疏通血脉，保护心血管，而且还有调控血压的作用，能够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快，对排毒有帮助。如果能坚持按摩，还能够改善睡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用，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吸烟对身体有很大危害，很多人也是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戒烟。其实戒烟最难熬的有3个时间段，若能扛过去，或许戒烟就算成功了。第一个，戒烟7天之后。很多烟民戒烟7天之后，由于是刚刚戒烟，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，比如失眠、食欲不好、浑身难受等。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是最难熬的，很容易让人前功尽弃。如果这时再重新吸烟，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忍住。第二个，戒烟3周之后。如果戒烟到了第3周，已经熬过最难熬的7天之后，这时身上不适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了，对香烟的依赖性也会逐渐消失。这时也一定要忍住，不要放弃。第3个，戒烟1年之后，熬过了上面这2个时间，戒烟1年之后，基本上也就算戒烟成功了。只要不重新吸烟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肺部会慢慢的变好，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戒烟是难熬的，所以大家最好坚持。若能熬过上面这3个时间，那么你就能成功了。戒烟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离吸烟的人远一点。如果非常想抽烟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些食物来代替，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这样对戒烟有帮助。说到便秘那就是1个字难，2个字难受，3个字真难受啊！我们出问题得先从自己找原因，别一便秘就怪地球没吸引力，你说是不？那便秘该怎么办呢？当当当当，木子有办法呀，可以常吃3种食物哦。3. 魔芋。魔芋含有纤维素比较多，适当的吃一些呢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使大便变软，对缓解便秘呢有帮助。2. 大白菜。白菜富含水分和膳食纤维，吃大白菜呢能够帮助润肠通便，提高肠道蠕动，有助排便。1. 糙米。糙米里含有丰富的纤维素、优质的植物蛋白和维生素，经常吃呢也能够帮助排便哦。那这3种食物大家可以任吃1种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呢？对于一个吃货来说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，那是食物的实而结果呢就是胃疼、胃酸、胃胀。那生活中大家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如果总出现该怎么办呢？不妨试试常吃2物，多喝一水。芦荟含有丰富的芦荟素和芦荟大黄素，能够缓解消化不良，减少反酸胀气的情况。猴头菇里含有丰富的多糖成分，那经常吃能够保护胃黏膜，减少胃酸分泌，帮助减少胀气的情况。还有一种水就是荷叶水。荷叶中呢含有苹果酸、柠檬酸以及琥珀酸，用它泡水喝，能够帮助消化，缓解胃热。胃胀反酸不舒服的人可以呢多喝一些哦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胃酸胃胀的人要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经常失眠不是小事，很多人都不以为意，时间长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伤害，所以我们应该及时调理。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缓解失眠呢？不妨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敲手指，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弯曲，食指指尖相对，这样有节奏的敲打，力度稍微大一些。睡前敲打3到5分钟，这样敲打手指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睡前做一做，能够帮你提高睡眠质量，改善失眠。而且中指指尖还是心包经的起点，这样敲打还能够保护心脏。
同时还能增加热量，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除了这个小动作外，大家平时还要多运动，可以经常出去跑步、游泳、练瑜伽等，或者多吃一些助眠食物，能够帮你尽快的摆脱失眠的状态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不要再忽视失眠问题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